大家好，申万我对电影圈的国师地位从来就不敢质疑，即便国师的品行真的不行，但是人家真的就是作品说话。能力至上，手指镀金，废话不说的。这次春节档来袭，原本无名就是试图叫板国师的《满江红》的票房，结果后者用简简单单的一个字，完美铺垫好了开撕的场子，甚至另外一部不被人看好的《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居然也有样学样，大玩一语双关，跑在了超级宣传的前面。电影圈果然学问大，所以鬼聪明的王一博居然在这个硝烟弥漫的节骨眼，率先认领了一个宝贝，让自己的压力立马减重一半。所以同样鬼聪明，赵丽颖的一个字学问也来了，而且申万我感觉收录字典也基本没有问题了。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申万我，一向对资本的商业操作或者说炒作洞若观火，喜闻乐见。倒不是因为这些幕后的手有多魔幻多厉害，而是因为太可乐太喜感。为什么申万我这么肯定呢？现在热烈制片人陈芷溪在看完影片《无名》之后，忍不住在自己朋友圈夸赞王一博在《无名》里的表现，说提前看了，我只能说王一博在这里帅爆了，会演戏，会演戏，非常会演戏，不用质疑。申万我只能说，陈芷溪的一个字用的极其的烂俗，也相当的诲人不倦，因为王一博肯定不想看到这个字眼。跟着呢，还没完，又是一位看完全片的行内人士出现了，也就是乐华娱乐老板杜华，也是看完全片后在微博发文说，确实是个超级商业片，超级商业片，超级商业片。所以这种遥相的呼应实在套路的不行。著名制片人陈芷溪都是重要的事情说3遍的架势，看得出来他们对影片有多满意。要说杜华可能是对公司艺人王一博的支持，那陈芷溪可不是一般的制片人啊。虽然王一博也有参与他制片的热烈，但作为一个资深业内人士，再看他先后经手的作品，还有人在囧途之泰囧边境风云、泰囧唐人街探案等等，都是卖座佳片，连他看完都说好的话，那是真好了，对吧？相信国师不这么认为，因为国师的宣传手法居然完全不一样。申万我感觉套路这玩意用多了就失效了，所以国师就喜欢玩心，申万我也喜欢玩心，所以您在本频道看到的赵丽颖，不会是机器人眼中的生冷版赵丽颖。2023年1月8日，赵丽颖现身某品牌直播间，引发网友关注。网友的第一感觉是赵丽颖瘦了好多。众所周知，赵丽颖在刚完结不久的《风吹半夏》中扮演胖子许半夏，为了角色需求，赵丽颖有做一定的增肥，让原本就圆润的小脸更显浑圆。虽然可爱，但一度被网友吐槽太臃肿。不过出了角色，赵丽颖马上变回从前纤瘦的模样。当晚，赵丽颖身穿红色针织套装，配合直播间的场景和氛围，十分喜庆。鲜艳的红色配上乌黑的长发，白皙的皮肤，没有浮夸的打扮和造型，依然美得让人眼前一亮。眼尖的网友还发现赵丽颖瘦了好多。赵丽颖原本是精致的苹果脸，如今却瘦成了瓜子脸，两颊消瘦了很多，下巴也变尖了。尤其在她以侧脸示人的时候，更是十分明显。本以为这或许是截图比例问题，可看到了现场的视频，依然是如此。在网友截取的动图中，赵丽颖一手拿着麦，认真听主持人说话，或是眨眼思考，或是抿嘴微笑，全程洋溢着淡淡的笑容。不过仔细看，她的双颊确实瘦削了很多，仿佛连脸型都变了。但即便如此，她呆萌的小动作和表情还是让网友直呼可爱。在试吃环节，赵丽颖更是尽显呆萌本色，她咬着枣子，嘴里鼓鼓的，偶尔嘟嘟嘴的模样像是婴儿嚼食般可爱，完全不像是35岁女子该有的状态。当然了，这些苹果的真相，这些好玩的镜头，欢迎您在本频道的短视频区自行洗眼睛。在这个吉利吉祥的喜庆月份，看着这位越活越洒脱的活宝吃吃喝喝闲聊大山，也的确属于很巴适的下饭时间。申万我不得不说，看赵丽颖的红火短视频比较下饭，看博纳的奇怪宣传招容易噎饭。为什么申万我会这么说呢？因为申万我全网首个踢爆的压轴事件就是这种脑洞奇怪的放大招。申万我也欢迎您自行回顾一下这些硬核。博纳影业宣发喜欢出怪招，这是有传统的，
而且都是申万我一眼看穿的套路来的。新片《无名》定档大年初一，就用了王一博压轴刺客这一招，效果确实不错，不管当事人乐不乐意，目的是达到了。所以申万我的铁口在镶金边都有点不好意思了。在跨年晚会即将到达0点时刻，王一博突然走上台前宣布电影《无名》定档，并播放了预告片。想象一下东方卫视跨年晚会那收视率多高啊！随后1天时间，关于《无名》定档和王一博抢压轴迅速成为全网热点。不管王一博躺枪与否，但博纳影业这波宣发可堪称教科书级别了，几乎吊起了所有观众的胃口。因为《无名》票房是否叫座，将直接关系到一家公司和2位电影人，《无名》很难冲进第一阶梯。目前春节档战国七雄已定，分别是郭帆导演吴京和刘德华的《流浪地球2》，张艺谋作品沈腾和易烊千玺的《满江红》，邓超和于白眉体育励志影片《中国乒乓》，苏伦导演雷佳音联袂张小斐的《交换人生》，光线传媒彩条屋影业制作出来的田小鹏动画《深海》，每年都不会缺席的《熊出没》大电影，再加上成尔导演梁朝伟和王一博的《无名》，说实话，春节档蛋糕就那么小，不可能每部都能赚钱。用2022年春节档数据做个对比，不难发现3个阶梯。第一个阶梯当然就是票房大爆，能够实现长线大卖的，如长津湖之水门桥 40.67 亿和这个杀手不太冷静 26.27 亿。第二个阶梯票房中规中矩，小幅盈利，如奇迹笨小孩 13.79 亿和熊出没重返地球 9.77 亿。第三个阶梯票房较差，亏本或者收支平衡，如狙击手 6.08 亿、四海 5.42 亿和喜羊羊与灰太狼之框出未来 1.6 亿。春节档前3天拼的是预售，哪部电影预售票房高，相应的排片份额占比较高，票房大爆的概率也就高多了。经过3天口碑发酵，以后就得靠口碑和上座率了。最关键的是想什么办法抢占影院排片市场，这可是直接决定票房最终走向的。某影城群的一位负责人表示，旗下6厅影城会抽2个厅放《流浪地球2》，2个厅给《满江红》，1个厅给《深海》，剩下1个厅由另外4部影片填补。从这种排片可以看出，今年的春节档第一阶梯大概率会是《流浪地球2》和《满江红》，无名很难冲进第一阶梯，主要原因是影片类型不讨喜，这类电影票房几乎都维持在2亿至5亿之间。可参考周迅的《风声》、张艺谋的《悬崖之上》和《金陵十三钗》，以及冯小刚的《1942》等。所以现在博纳急了，无名号称超级商业片之后，除了申万我一马当先，先知先觉了一把。果然，后知后觉的人们一片的群嘲席卷而来，而且直至某方在玩梗。前不久，无名有款预告片被网友大肆诟病。在这段预告片中，2位主演王一博和王传君飙起了上海话。冷门小众电影如果还是一部地道的上海方言电影，那么票房前景确实有些堪忧。比如说《爱情神话》全程上海话，虽然获得了高口碑，但票房才 2.6 亿。徐峥凭借《我不是药神》等佳作积累起来的高口碑都无法驾驭方言电影，更何况王一博呢？好在无名宣发予以否认，阿拉不是全片上海话，亦有普通话、广东话、外国话，这给观众吃了一剂定心丸。从博纳影业宣发中看出，他们有些急了。1月7日，无名发布双预告，揭开角色神秘面纱，在预告片最后出现5个大字：超级商业片。不少细心的影迷看到这5个大字，即便后知后觉，也都纷纷坐不住了。大家纷纷留言说，超级在哪里？爆米花、娱乐性还是时髦感？有网友指出，这是双关语，一方面是成尔导演对于商业片的妥协，以导演的风格肯定不是100%按自己的理想去拍的，另一方面告诉观众这是超级商业片，有你们想看的内容。无名号称超级商业片被群嘲，这可能是再玩2个梗。第一个梗隐喻成尔，因为成尔的此前作品文艺范太足，观影门槛高，对观众不友好等，这次干脆直接讲明了，这不是什么文艺片，这就是一部商业大片，大家可以放心观看。第二个梗就是博纳影业急了，急需商业票房。受疫情影响，博纳影业2021年第3季度财政报告显示，公司亏损 1.5 亿。章子怡、张涵予、韩寒、黄晓明、陈宝国等明星均被套牢。
原因是博纳影业去年上映的四海外太空的莫扎特和海的尽头是草原均处于亏损状态。本着对投资人负责的态度，也为了能让公司正常运转，老板于东质押了近半数股份获取资金。现在急需投资过亿元，却为上映的阿麦从军和无名来拯救公司。所以，无名对于博纳影业来说至关重要。公司是不是要走下坡路，就看这一役了。这梗玩得太高级了，打眼一看超级商业片，让人群嘲不知所谓。细品之后，这都隐喻暗喻一大堆啊。无名对成尔和王一博也是关键一役。一个电影人推出来的作品，就算口碑不较好，如果票房较奏的话，会是市场中的香饽饽，并成为商业利益追逐的对象。你看吴京和沈腾的电影，绝大部分口碑比较平庸，但是公映之后上座率那是杠杠的，所以他们就会有源源不断的作品问世，其商业票房号召力如日中天，自己既赚得了片酬，片方更是票房大卖，这种双赢的结局是所有电影人的梦想。然而，极具风格化的导演成尔则恰恰相反，两部大银幕作品全部都是叫好不叫座。成尔导演孙红雷的《边境风云》豆瓣 7.8 分，票房却只有2922万。另外一部导演作品葛优和章子怡的《罗曼蒂克消亡史》，豆瓣 7.2 分，票房却只有1.22亿。成尔导演作品有很强的好莱坞经典黑色电影风格，甚至与 cult 片的形式有得一拼，有点像好莱坞昆汀和科恩兄弟的意思。个人风格独树一帜，每个镜头语言戏剧张力十足，犹如潜伏在平静下躁动的气质。不知道这次无名还延续此前风格。成尔这些年大银幕作品少的原因，就是因为票房没有起来，片方如果一直亏本，谁还敢继续用你呢？所以这部电影对成尔也是关键一役，关系着成尔的前途命运。他是否能够驾驭商业电影的能力，就让无名票房大爆作为最佳答案吧。所以说，深万我直觉，这压力9成9都是成尔的，结果神奇的压力跑到了王一博那边，至少宣传口径上面表现如此。另外，流量明星王一博也是本片一大看点，会不会出现像鹿晗8000万粉丝，票房只能卖1亿的尴尬处境呢？这些年流量明星转战大银幕折戟的较多，如李现赤狐书生肖战诛仙、鹿晗的上海堡垒等转型成功，能扛票房的流量明星目前只有易烊千玺和朱一龙了。王一博会不会是下一个呢？原本想王去年国庆档的长空之王定能大放异彩，没想到临时撤档了，考验王一博4000万粉丝购买能力的重任就落到无名身上。旗袍姐姐到底都准备好了吗？深万我的好奇，欢迎您在评论区中直接坦白。时隔多年，香港资深演员梁朝伟再次进军春节档，这并不是捉妖记2那种轻快的奇幻搞笑风格，而是比较冷峻的类型。梁朝伟是时候发光散热了。别看无名是一部谍战类型电影，其实造价非常高，梁朝伟个人片酬约5000万，王一博片酬也不会低，周迅、黄磊、大鹏、王传君、江疏影、张静怡等卡司片酬自然也不会少。粗略计算一下，无名的预算成本在3亿左右，票房至少要拿到9亿才能回本，这对成尔、王一博和博纳影业都是关键一役。但凡熟悉本频道的朋友也都知道，深万我说过，超级商业片的定位和概念，现在只有博纳敢想敢做。反正深万我看到这5个字的时候，心里面是咯噔的一下，因为自信的人绝不会说自己超级自信，您说对不？商业还是文艺，超级还是普通？风向不是谁能拍板的，一向铁口的深万我说过，只有有料有才、有血有肉、有情有感的影评才是最终拍板的那一个。即便深万我老是说自己与别不同，老是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明晃晃乃是因为深万我真的环顾整个 YouTube， 没有发现半个说话完整、利益原创、逻辑正纲的娱乐频道主，所以深万我才敢这么说。而电影无名环顾整个春节档，明晃晃面对着大量商业的压力和对手的豪横，结果呢，却敢大量使用自我超级、自我麻醉的形容词，可见博纳的火烧火燎，心急如焚，真的是不能再多了。所以深万我老说团队不是没有道理的，即便行业巨无霸，
同样也会出现这种找不到定位、六神无主的状况。那么，什么才是准确的定位呢？深问我感觉赵丽颖就是个相当活泛灵光的正在进行时的典型案例。您还记得野蛮生长化身风吹半夏的关键性硬核操作吗？如果不记得，那么回顾一下也是必须的，因为定位准了，事半就功倍了。值得提醒一下的是，赵丽颖被诟病最多的地方是什么呢？所以现在对于赵丽颖最新的状态，网友也是感慨不已。网友大赞赵丽颖状态好，变瘦变美变漂亮，完全不像35岁的年纪，妥妥的逆生长。当然，也有全程看完直播的粉丝夸赞赵丽颖很有亲和力，没有架子，十分配合主持人。的确，赵丽颖一直笑意盈盈地看着主持人，现场气氛十分的轻松愉快。当主持人让赵丽颖坐中间，自己只需要露出1/5的脸时，赵丽颖连连摆手说不要不要。主持人还表示不知道怎么称呼赵丽颖，称呼赵姐太老气，赵丽颖宝不合适，叫赵老师怎么样？赵丽颖连忙表示不必，直接叫我丽颖或者小颖就可以。谦虚又不失亲和。整体而言，赵丽颖的整场直播氛围非常好，她本人似乎也是发自内心的开心，没有被迫营业的感觉，让网友看了也十分舒心。毕竟作为代言人，除了出色的业务能力，高配合度也是关键。很显然，赵丽颖做到了。赵丽颖出道多年，一直被吐槽情商低，也因为不善交际商务资源平平。事实上，她虽不及其他顶流那般八面玲珑，身上却有着最纯粹的美好，以真诚之心待人，不因站在顶流而蔑视他人，为难打工人，这一点十分难得。2023年，赵丽颖还加盟了北京卫视春晚，成为北京卫视春晚的代言人。她身上洋溢着的喜庆、甜美、靓丽，仿佛自带了新年的感觉。深问我只想说，人逢喜事精神爽，小刀历来是这样，您说对不？有趣的是，王炸弟弟则是人逢压力鬼聪明，认领一物好脱身。那么为什么深问我会这么说呢？深问我刚才也反复提到说了，定当大年初一上映的无名，最近宣传动作比较多。1月7日，电影同时发布2条预告片，甲片1分24秒，乙片1分11秒，2条预告片很精致，质感很好，并亮出了超级商业片的新概念。自称超级商业片其实很争议，很夸张，定档春节，敢于和《流浪地球2》这样的电影同台比拼，说明无名有点东西。电影由成尔执导，上一部《罗曼蒂克消亡史》品质就非常出色，无论是摄影、镜头调度还是演员表演都极具风格。这次无名采用阿莱65摄影机拍摄，成本非常高，只有大片才能用得起。而演员阵容堪称奢华，梁朝伟、王一博领衔主演，周迅和黄磊特别出演，森博之、大鹏、王传君、江疏影、张婧仪等演员主演，确实是主流商业大片的阵容，和春节档其他电影相比不遑多让。2条预告片中，王一博眼神有戏，肢体语言带感，还有包括枪战、徒手格斗等动作戏，令人非常期待。甚至他另一部未上映影片热烈的制片人陈芷希也在朋友圈转发了预告片，并肯定王一博的演技提前看了。我只能说，王一博在这里帅爆了，会演戏，非常会演戏，不用质疑。王一博到底演技怎么样，还要等影片上映后才能验证。而王一博接受的媒体采访则透露了一些影片幕后的关键信息。通过这次采访，深问我不得不由衷赞叹一句，这枚酷盖很真实，实实在在鬼聪明。众所周知，无名由博纳影业和导演成尔的喜悦电影联合投资，由此可知，在电影创作过程中，成尔拥有话语权和主导权。他则透露，王一博是无名第一个定下的演员，应该比梁朝伟还要早。报道中还透露，这是王一博首次尝试民国戏，为了贴近年代感，找准人物定位，王一博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沉浸式的待在剧组里观察、学习，说上海话，吃活虾，吊威亚坠楼，拍一镜到底的打戏，确实挺拼。相信是这些准备和努力，才有了预告片里表演的质感吧。无名中王一博打戏很多，既有和国外士兵的近身肉搏，也有和梁朝伟的重头打戏。采访中，王一博透露了这些打戏的拍摄过程。在此之前，电影和电视剧中，王一博都经常有动作戏，
但往往都是吊着威亚的花拳绣腿，其实难度不会太高。而无名不一样，因为是历史题材，导演程耳要求打戏要真实。新发布的预告片中就有几秒钟王一博打斗的画面。王一博表示，导演对打戏的真实度要求非常高，要的是流氓打架一样的真实感。预告片中的那一段其实是一镜到底的打戏，为了理想效果，拍了很多天很多次，而和梁朝伟的重头打戏拍的也不容易。为了这场戏，剧组事先搭了一个类似的景。2个人排练了2、3天才开始实拍，结果还是拍了9天。王一博透露，因为对手是梁朝伟，一开始他不太敢用力，和梁朝伟演戏压力挺大，不敢真的出力打。后面在导演的鼓励下，才放开了打，找到了真实感。此外，坠楼的镜头王一博也没用替身演员，而是坚持自己上阵。谈到表演，王一博透露，进剧组拍的第一场戏就是片方发布第一个预告片中，他和王传君在海滩上搬运尸体的那场戏。当时王一博不清楚导演想要什么风格，剧本也很简洁，给到的信息很少，想象空间很多。而且拍摄过程中，导演也在不断修改剧本，为了让王一博找到状态，给他发了昆汀的电影《教父》等，还告诉他电影应该怎么去看，怎么学习。实拍过程中，剧组没有走戏的过程，第一次导演会让王一博自己发挥。演完之后，双方在监视器前面聊，讨论戏该怎么拍，哪些细节需要注意，再慢慢调整，这样就会自然进入状态。不过王一博也承认，因为自己演戏经验没有其他演员丰富，所以导演给其他演员自由发挥的空间更大，但对他更多还是引导，并且一直强调他要稳定。请注意，王一博这句话很坦率和直白，表面上很谦虚，实际上呢，可谓一语双关。重点是，王一博坦诚不足和空间的同时，也让自己的商业压力瞬间减半，因为超级商业的压力真的不是他的，而是程耳的。所以反反复复强调导演的重要性，您懂的，深问我，或者说希望您懂的。此外，除了表演和打戏外，无名对王一博的挑战还有很多，比如他要说上海话，王一博只能逐字逐句的学习。当时每天收到剧本后，王传君会用上海话把他的台词录下来，王一博再逐字逐句的背。好在他之前学过外语歌，而且记方言和日语还挺快的，所以还算容易。此外，电影里有很多吃饭的戏份，而且吃醉虾，道具都是活虾，还会蹦蹦跳跳，对王一博来说是个印象深刻的挑战。此外，王一博还透露他扮演的叶先生和张静怡饰演的方小姐在影片中有感情线，这对 CP 在影片中会有怎样的对手戏呢？只能等影片上映才能知道了。当然，这些边角料都比不上申万我一眼望穿的鬼聪明。也就是说，风吹半夏从大女主变身群像剧，您觉得意义何在呢？其实团队的操作，就是能把压力变为动力，把不利转为有利。那么，王一博的鬼聪明，您 get 到了吗？可以说，此时此刻，申万我真是替赵丽颖的团队开心，因为正主已经年年难过，年年过，而且刚刚才跨过。2023年1月8日晚，赵丽颖工作室分享了数张 BOSS 的新年写真。这次赵丽颖不仅以大红妆造型出镜，还罕见扎起了双马尾和蝴蝶结发型，简直给足粉丝惊喜。看到这样可可爱爱的赵丽颖，仿佛看到了10几年前的她，少女感真是太足了。照片中，赵丽颖扎着超级减龄少女的蝴蝶结发型，她画着精致的红唇美妆，身穿大红色套裙，脚踩黑色高跟鞋，整体 look 甜美感爆棚，越看越年轻。有了这身红妆的修饰，赵丽颖看着确实和妙龄少女没差。心情大好的她在镜头前各种造型凹不停，纤瘦苗条好身材也一览无余，一双笔直修长的美腿全程抢镜。不得不承认，现在的赵丽颖真是愈发耀眼，愈发迷人了。赵丽颖拿着红枣串花式卖萌，对脸出镜时赵丽颖的盛世美颜吸足镜头，白肌胜雪，肤若凝脂，真是美翻众人，颜值绝了。赵丽颖时而蹲在地上摆 pose， 时而又侧躺在沙发上故作熟睡，每一帧都美得不像话，惹眼的不要不要的。
画面一转，赵丽颖又扎起了更加可爱的双马尾。虽然赵丽颖之前也多次以可爱甜美的造型示人，但双马尾造型却屈指可数。这次能在这组新年写真里看到她如此少女的造型，确实是惊喜满分。扎起双马尾的赵丽颖，举手投足都散发着美少女气息。她伸出手抓着自己的马尾，还对着镜头灿笑不停，满屏的少女感都快溢出来了。真是没想到，现年已经年满35岁且早已是孩子妈妈的赵丽颖，竟然和从前一样甜美可爱，卖萌时的俏皮范儿丝毫未减，实在是很难得。拍照的时候，赵丽颖还俏皮地整理起了自己的双马尾。看到她可爱俏丽的模样，当真是惊艳无比。在有了蝴蝶结发型以及双马尾发型后，赵丽颖又将头发拆散披在肩头，瞬间变得风情万种，女人味爆棚。赵丽颖披着一头微卷长发，她还抬手撩起了长发，侧脸出镜，故作高冷，十足的冷美人儿一枚。而且从这个角度看，赵丽颖的侧颜杀好绝，完全挑不出一丝瑕疵，有木有，又美又撩人。赵丽颖蹲在地上摆 pose， 她的皮肤真的好白，和大红色裙装完美契合，美得让人移不开眼。大家觉得赵丽颖这次的红妆造型如何？紧接着，工作室又贴出了赵丽颖的工作美照。照片里，赵丽颖已经变成了黑长直发型，衣服倒还是和之前的一样。不过在直发造型的时候，赵丽颖分别在头发两侧戴上了可爱款式的发夹。看到她抿嘴卖萌以及灿笑的表情，少女感简直藏不住，实在太嫩太可爱了。近2日，赵丽颖上线营业的频率还蛮高的。前些天她出席某场活动时，生图被全网盛赞绝美。可别说，在无修图镜头下，赵丽颖的颜值的确没得说，精致的不得了，完全不输精修。7日晚，赵丽颖久违晒出自拍美照，当天她还开心配文。美好的一天已施法收工。照片中，赵丽颖戴着口罩，一头湿发和一双电眼都好惹眼。值得一提的是，年底了，赵丽颖似乎是忙到停不下来的节奏。鬼聪明的赵丽颖的事业应该还会继续的红红火火，她本人也继续保持超好状态。要知道，这一次的她也罕见挑战了双马尾造型，这也让她看上去显得更加的甜美可爱。赵丽颖的脸上也始终挂着灿烂的笑容，看得出来她的心情也特别的好，真的是美得如同初恋了。不少网友也直呼爱了。开心是肉眼可见的宝贝来的，压力是肉眼可见的山芋来的。询问我的说法，您赞同不？现在，吴京、刘德华《流浪地球2》，沈腾、易烊千玺《满江红》，梁朝伟、王一博《无名》，邓超《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和交换人生》，动画电影《熊出没》，伴我雄心，深海扎堆切蛋糕。您会穿着旗袍或盛装捧场吗？您又觉得紧张或者压力吗？反正《流浪地球2》表示没有压力。吴京这个劳模，以吴京现在的资源和实力再次加盟《流浪地球2》，必将再次创造一个票房神话。话说上部吴京已经牺牲，将以什么身份出现呢？涛哥认为会以爆炸后进入黑洞平行宇宙，回到大家身边。如果有外星人出现，那就更完美了。吴京复活，还请来了刘德华。新吴京来自平行宇宙，另一个宇宙的地球没有跑了，随着太阳系的爆炸湮灭。机缘巧合，湮灭触发了虫洞，使吴京穿越到新的脱离了太阳系的地球。一开始《流浪地球》是没有第2部的计划的，只不过电影上映后实在太成功了，所以才有了第2部的机会，希望第2部能在及格分以上吧。流浪1的成功是国民对电影市场小鲜肉的反击，即便粗制滥造，特效也跟动画一样。希望2在资金充足的情况下能不失所望。如果刘培强这一脉能一直结婚生子，然后故事线相隔几代人的话，台词说一句你长得真像刘培强，这故事线就圆上了。吴京可以饰演刘培强的后人，因为流浪地球的跨度非常大，到达新家园要流浪上千年，可以是第1部的几十年后，也可以是几百年后，估计可能以回忆的形式出现，或者刘培强在牺牲前路过影像资料传回地球，可能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或能提供新的方案和一些宇宙中的情报。果真是只有吴京才能打败吴京，国产电影就需要吴京这样的敬业演员，而不是靠摆几个架子，弄一堆特效堆出来的流量明星噱头大片。例如
太空堡垒，吴京这种敬业的态度和香港电影鼎盛期的演员态度是一致的。吴京作品很多，包括小李飞刀、太极宗师、倩女幽魂，接下来就是金蚕丝雨的云飞扬，再后来就是去香港拍的杀破狼夺帅男儿本色，虽是反派却步步经典。当然了，深万我对吴京的演技依旧保留。精神回归伟光正的吴京确实牛逼，深万我也提过很多次了，这点必须佩服。一个流浪地球本来跟他关系不大，硬生生从客串干成主演，关键还票房呼呼的，这玩意你说是他眼光高还是他运气来了，不好说啊。跟着顺位的满江红，深万我说了，同样是牛逼哄哄的组合。满江红虽然目前影片官宣阵容，不过据豆瓣电影条目显示，主演阵容中易烊千玺、沈腾、岳云鹏、张译、雷佳音等实力演员赫然在列。电影《满江红》发布一组19人人物海报，全阵容官宣。影片由张艺谋执导，沈腾、易烊千玺担纲双男主，张译、雷佳音、王佳怡领衔主演，岳云鹏、潘斌龙、于矮磊主演，郭京飞、欧豪友情出演，魏翔、张弛、黄妍特别出演，许静雅、蒋鹏宇、林博洋、非凡、任思诺、陈永胜出演。沈腾、岳云鹏、潘斌龙、魏翔、郭京飞、雷佳音不是对这几个喜剧演员有偏见，满江红一部名字看起来就古装大气恢宏的影片，搞点过多的喜剧氛围是否不妥？张大导演近年拍的片子都是一个特点，故事内容不重要，重要的是镜头一定要美。你看完他的电影，第一感觉就是好美啊，色彩好漂亮啊，但是内容讲的什么想不起来了。看到这个演员阵容，不由得让人想起张艺谋的另一部电影《三枪拍案惊奇》。彼时，国师和赵家班合作，倪大红、闫妮和孙红雷加盟，赵本山带着小沈阳、鸭蛋和程野等弟子出镜，大家一起演绎了一部魔幻的、狗血的古装悬疑喜剧。13年过去了，同一个导演，同一个题材，不同的演员，电影《满江红》会是另一部三枪拍案惊奇吗？目前还不好说，等到大年初一见分晓吧。希望张艺谋不要带给我们惊奇，最好带给我们惊喜。张艺谋集合了易烊千玺、沈腾、张译3位不同风格的百亿男主，这样的阵容组合颇有看头。近日已有网友爆料，在该片拍摄的山西太原古县城的县衙见到易烊千玺。造型上，易烊千玺已经留起长头发。上个月影片尚处筹备阶段时，有传闻岳云鹏和于谦将以客串形式出演片中岳飞和秦桧。悬崖之上、阻击手都很好看，直击人心。说实在说，张艺谋拍的电影，特别是近几年拍的，故事性、可读性都不强，但不可否认的是，老谋子对色彩和恢宏场面的把控和渲染上，的确无人可比。狙击手严格意义上是他闺女拍的。因为是第一次拍电影，为保票房就挂名张艺谋。不过就电影而言，确实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国产战争片。因此，想看好看的故事，张艺谋的片子不大容易 get 到。但要看场面和场景，选张艺谋就对了。所以深问我对金手指只剩佩服的份，没有多说的茬。因为人家的作品就会说话，就会发光，这让胡掰瞎扯，压根就理屈词穷，站不住脚。您说对不？所以赵丽颖踏踏实实的走演员的道路，同样让黑粉的污言秽语成为了满满的祝福。那么为什么深问我这么说呢？不明白的话，回顾一下是最好的办法。同样的，在本频道的短视频区，您可以看到赵丽颖身穿白色毛呢外套，一头深棕色的卷发造型，佩戴白色口罩，眼神笃定，双手提着里面的礼服裙，行走在酒店大堂间，优雅霸气的形象被网友拍摄发网上，引起不少的热议。当网友看到赵丽颖这身造型美照时，瞬间唤起了她在剧中角色的记忆，把网友梦回许半夏一角。可以想象一下，赵丽颖饰演许半夏一角都结束有一段时间了，观众对她在剧中形象依然记忆犹新。只要看到她优雅霸气的美照，就让观众想起了角色的形象，看来许半夏一角的形象已经深深的扎根在观众脑海中。赵丽颖果然是靠作品而红，而不是靠颜值和炒作而火。赵丽颖每一次饰演的角色都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赵丽颖以前饰演的古装剧，在剧中傻白甜的形象深受观众的喜爱与支持。赵丽颖现在饰演的现代剧，霸气而优雅的女人形象，深受观众的赞美与厚爱。赵丽颖凭借着和幸福一角拿下了北京春晚代言人，凭借着实力和颜值并存，深受同行和广大观众的喜爱。出生于农村的赵丽颖，凭借着一步一个脚印、稳扎精湛的演技，荣获优秀女演员的称号。赵丽颖能够跻身于一线演员，靠的就是她不怕吃苦、稳扎精湛的演技。从一名跑龙套演员，经过多年的积累与沉淀，最终迎来了事业的巅峰，成为一名优秀的知名女演员。这样的荣誉与成就，正是她用心演好每一部戏，塑造出每一个角色，来赢得观众的尊重与认可。一个品行好的演员，做人做事都很真实，无论在事业上还是在生活中，品行好的演员，他都很自律，也很积极向上。赵丽颖靠着人格魅力，深受同行和观众尊重和支持。赵丽颖除了婚姻不幸，基本都没有什么黑料，也没有什么绯闻新闻，这就是网友和粉丝喜欢她的原因。所以这一次，王炸弟弟王一博能不能通过即将揭晓的无名，成为新一个被路人和粉丝喜欢的话题和原因，只有影评才知道了。这部影片由鬼才导演程耳倾力打造，影帝梁朝伟携手青年演员王一博出演，更有此前曝光的周迅、王传君、黄磊、张婧仪、大鹏等知名实力演员，豪华阵容齐聚一堂，共同演绎这部谍战巨制。从各平台反响来看，当王一博在东方卫视跨年晚会上透露无名的档期后，该片迅速登上微博热搜话题榜，并占据灯塔实时想看第一名，票务平台新增想看榜，豆瓣实时热门书影音榜单上也赫然在列。观众对这部新春巨献的热切期待可见一斑。对比无名的紧张兮兮，中国乒乓甚至有些嘴角上扬了。为什么申万我突然这么感觉呢？于白眉加上邓超就没拍出过及格的电影，邓超还是没有理解喜剧的真谛，拍出了和郑中基的喜剧片一样的效果。邓超很喜欢的，只是每次都要和白眉合作，就不太好看。能不能偶尔也换一换合作对象啊？前些年拍个排球，今年拍个乒乓球，下面继续顶起来，不用看就知道是讲拼搏和永不放弃精神的。大家或许还是看中国足球集锦吧，开心最重要，重点当然就是开心这2个字了，因为春节档谁不想开心呢？申万我的说法，您赞同不？那么您感觉对比纯黑海报的无名呢？不知道您留意到没有呢？迈过诗意，更值铭记。这句留在中国乒乓海报上的话，要知道这可是3年之后突然解封的最佳心情和最好文字了。于是乎，事无巨细的申万我突然感觉中国乒乓的这个海报，是不是真的给人一种绝地反击的心领神会呢？对于观众而言，这种走心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再反过来看国师满江红的海报，大年初一鸿运开年，试问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吉祥话吗？配合海报的亮眼红色，全黑的无名海报，到底让您想到了什么呢？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申万我只能说，套路太多，不妨尝新。您发现没有呢？各方资本围绕无名的宣传都离不开一个字，帅。这份重担明晃晃都知道是谁的。然而呢，在申万我的眼里，帅不是一个演员喜爱的好词，这是一个严重制约演技、相当有害的褒义词。比方赵丽颖，你说她丑，她绝对暗自高兴，因为转型的目的达到了。就像黑粉一窝蜂狂踩赵丽颖又胖又老又丑，结果被骂到一言不发的赵丽颖，最终不好意思坐收了全年最大的红包，年底意外的封神了。申万我老是听到各种旗袍的尖叫和好帅的呼号，然而路人影评才是申万我老是铁口镶金边的先知先觉和老调重弹，这您懂的。